我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但他现在的所作所为，真的让我感觉不到爱。为了他，我付出了这么多，可他还是不愿意和我结婚。我觉得他的付出都是有目的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好会持续多久。我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不能理解我，我真的觉得这段关系没有必要再坚持下去。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有请。阮先生50岁，来自重庆，自营业，有请。赵女士45岁，来自重庆，销售，有请赵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45啊，看不出来，50啊，是的，重庆这地方多养人呐，多年轻啊，两位啊，您是想？是这样的，是我要来的，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真的愿不愿意跟我结婚啊，愿不愿意跟我生小孩啊，因为在那个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非常明确的说，跟我恋爱肯定是要结婚的，而且我会要自己的小孩。当时他就反对嘛，我们就分开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又回来找我了，我就纳闷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是我主动去找的他，因为我们就是才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我挺好的。你们一开始在一起是哪年啊？就是19年在一起的。在你们这个岁数，过去都有一些经历吧？对对对。啊，都有经历。有孩子吗？没有。那你有孩子吗？我也没有孩子。他因为我不太会做饭嘛，然后他就做饭嘛，就是想着做我比较喜欢吃的菜给我吃，比如说我喜欢吃水煮肉片、水煮鱼、糖醋排骨这些的，反正虽然是一些家常菜，但是我觉得他挺用心的，对我挺好。然后我比较喜欢旅游嘛，好，平时就是带我出去上海呀、厦门这些玩的都挺开心的。玩还能玩到一起啊，就是还生活里还照顾啊，对对，挺好的。是啊，我就觉得像我这个年纪了啊，也不年轻了，能碰到一段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我就是应该珍惜嘛。对，所以我就去找他了。哦，他在解释为什么我离开分手之后我要回去，是因为确实好。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他重新回来找我的话可能是他想通了，愿意给我结婚，愿意就是给我要一个孩子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就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抽了一个日子嘛，我就拉了那个茅台酒，还有一些保健品，就去到他的家里提亲。对，然后长辈怎么说？他的那个父亲特别看好我们的关系，他也比较赞同。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呢，我就在想，是不是在他的父亲面前说了什么嘛？我在我爸面前是说了一点，但是也不是说诋毁他什么，主要是我觉得他太急了。我们认识就是才2个多月的时间，他就是说让我就是结婚，而且特别是强调要小孩，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快，还需要多了解。而且他有一个事儿做得太快了，感觉就是保健品什么叶酸呐、钙片呐，什么备孕的是吧？就是他就给我准备这些药了，而且让我吃你这心太急了，我就觉得他太急了。你只争朝夕也不能这样吧？就是啊，你爹是不是就一听这个就觉得，看就想让闺女给他生孩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我们感情。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嘛，那么大，然后50岁了呀，如果就是早干嘛去了？再过几年有可能都没有生育能力了而且就是说我的父亲在去世的时候没有看到孙子，特别遗憾，我也不想再给我的母亲让她再次失望，所以说我这次就决定要一个自己的孩子。那你不能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啊，你太急了，确实2个月，后来呢？是啊，而且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就转变了，自从那个药的事儿以后。药怎么了？主持人，我跟你说，有一天我去那个洗手间嘛，然后看到那马桶里好多药片儿，然后我仔细一看，这不是没有那个冲出去又倒回来的吗？然后我去拿出那个药瓶儿一看，他把那个我给他准备那个备孕的药全部都倒掉了。你不想吃，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嘛。你干嘛？你打算送给别人吃啊？
其实我想要孩子嘛。明白。我就觉得他太急了呀。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是需要再了解一下的，并不是就是说为了要小孩而结婚。然后后面我觉得就是那个要的事情过后啊，他对我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啊。比如说我是很注重仪式感的嘛，我也想浪漫啊。虽然是我年纪大，但是我感觉我心态挺年轻的啊。我就想恋爱的感觉嘛。然后就是我们认识半年的纪念日嘛。好，我就特别准备了一下呀，比如说我去买了新的衣服、新的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平时我不太做饭的，我厨艺不好，但是我做了一份丰盛的晚餐，我自己做的，就是为了去，就是还学习厨艺，就是为了那顿晚餐，就是我特别重视的。半年纪念嘛。就是，然后嘛，我就等他呀，他上班去了，就等他下班嘛。结果我等到10点多钟晚上了，就是他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打电话。居然是一个女的接的。其实我就是故意来刺激他，故意给他压力的，让他有一种那个紧迫感。行，虽然他是一棵大树，但他也只是一片森林当中的一棵大树。哦哟，听懂了。然后呢？然后我肯定是很生气的了啊！你看我做了那么大桌子一桌子菜，我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一口都没有吃。当时我就只有睡觉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不太清楚。第二天反正我醒来的时候啊，他给我一张什么那个孕前的体检单。生育嘛，肯定是要提前准备的，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么大的年纪了，身体肯定要提前保养。而且我想的是要结婚，然后就要孩子嘛。您这个做事儿做得太不厚道了。第一天晚上半年纪念日，人家在家苦苦等你，你跟其他的异性在一起，让其他的异性给他打电话。你的意思是威胁他，你要不给我生还有别的，第二天你摔一张表，你什么意思嘛？那你应该是跟人开开心心的过纪念日，然后把表给人家，哪种方式更好呢？你觉得？可能我做的有点极端，有点不合适，这太寒人心了。行，那后来就分开吧？怎么没分呢？我还是就是觉得我想找回最开始他对我那种感觉嘛，就是他以前我们还一起出去玩啊，一起什么唱歌呀、打台球。哦，说到打台球这个事儿，就是我就在朋友圈看到他在哪里打台球，我就跟着那个位置我就去了，我去找他。我去找他过后，看见他和我闺蜜一起在打台球。我就感觉就是你和我闺蜜在一起玩，为什么不叫我去？这也是森林当中的一棵树吗？闺蜜？因为认识她之前都是她那个闺蜜介绍的嘛，她的闺蜜在认识她之前都是我的闺蜜，我们有那个相同的爱好嘛。而且就是她本身自己也不喜欢打台球。我以前也教过她，每次她去球房待了3、5分钟不到，她就要回家。你自己回家也就算了，她每次都要拽着我一起回家，让我特别难堪，所以我把你那闺蜜发展一个成你夫人。其实我感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嘛，她也不喜欢去夜店，然后最开始认识的时候感觉还挺温柔的。所以说你那些闺蜜也只能是你的闺蜜，论踏踏实实过日子，还是眼前的这位女士，是这意思吧？是的。哎呀，你是真活成人精了，你把人全分好了，人都是带功能的，是吧？那是可以陪着打桌球一起疯的，这个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需要娶回家给你生娃，差不多吧。哎呀，你这个真是，那你喜欢他吗？喜欢啊。你爱他吗？爱。刚才你说到了，等于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没看到孙子，很遗憾。您不希望再把这个遗憾留给母亲了，是这意思吧？是。所以非常着急。那到底是要结婚还要生孩子呢？结婚以后就生孩子嘛，前提就是他要跟我结婚的话，必须跟我生孩子，要不然你不娶她，是这意思吗？差不多也是这个想法。反正我是这样想的啊，主持人，就是他，其实我认识他之前，我是不想要小孩的啊。最开始的他是对我挺好的，那时候我就想试着，就是说我们就是感情到了那一步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要他对我好，是因为他的那个模棱两可的态度，问题是后面让我对他的态度有所转变。明白。现在我感觉不到他对我的爱了呀。行。然后他现在对我这样的，就感觉他对我所有的好，就是为了让我给他生一个小孩。我并不是生育的工具，而且我这个年纪了，我是高龄产妇，我要是生小孩，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那我肯定要觉得你对我很爱，就是说。但是最开始我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啊。你既然跟我恋爱，肯定是要结婚、要生孩子的。他的态度就是老是模棱两可，而且就是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我们怎么理解？什么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因为我给他准备的那个备孕的药他不吃，然后让他做那个孕前检查他不去做。那是因为你没有给我那种我现在可以生小孩那种感觉呀。要是对我很好，对我很爱，时间到了我自然会我们会结婚生小孩。我觉得你们俩，我觉得太急了他。对，我觉得你们俩都进入到了一个逻辑圈套里了啊，就都有一些前提预设，也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跟你生孩子，我嫁给你非常不安全。现在我没有找到这个安全的归属，那种感觉，没有安全的归属，我为什么要嫁给你，给你生孩子呢？对于你来说是。你相信我吧，我一定给你个安全的归属。他这么大的岁数，经历这么多的事儿，怎么可能轻信一个人呢？对不对？人家有人的难处，但是我们也会理解您想要孩子那种迫切的心理，所以咱们才请老师们一起分析嘛，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眼里，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对吗？在我这个年龄我就是这样想的。你回答我了。就是这么想啊。女生，你认为结婚不是为了生孩子？我的理解对吗？哦，对，不主要是。你们不用再解释，我知道你们肯定可以附加很多虚幻的东西。如果说我的婚姻状态，我希望在婚姻当中有一个孩子，让我的人生达到圆满。他的想法是对的，是对。他的急，因为怕他的年龄等不起，岁月等不起，但是你还是有点操之过急了。你们两个人就是奔着结婚去，这个过程当中，你完全可以用自己对他的真心的这种爱，去融化他，去改变他的观点。你没有做这样的尝试，而是一味的在物理上的什么什么验孕啊，什么这个药物啊，什么，你让他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种逆反，这就是你的错。就像他认为结婚并不是为了生孩子，就像你认为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我认为这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理解的。就是这里面没有对错，没有好坏，没有高低。关键是你们两个持不同观点的人恰恰成为了恋人，这是最麻烦的。那么这个当中很显然，要么你们选择放弃这段感情，要么其中有一个人选择放弃自己的观点。如果你们两个人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那么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2个字：分手。我想早点解脱，对你们双方都好。对，宝红兄给的一个是双方在观念上的充分认可，同时给他们的建议就是简纯、简单一些、直接一些。要不然你为了爱我，你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观点吧。我给到阮先生一个关键词，就是交易。我要什么，我开出了条件，你就是要生孩子的，爱都是放在生孩子之后的，你舍不得他对你的那个好，但是呢，你内心的深处，你明明就是不想要孩子，这谁都看得出来。你如果想要孩子，你在年轻的时候早就要了，你拖到这个时候，你就是不想要。你已经有一个预判结果了，然后在这儿跟他扯东扯西的，人家已经开出条件了，就告诉你我就是要生孩子，你来跟我谈爱，你要找爱情，找对你好的人，你就找那个不带条件的，真的把婚姻当成婚姻的那样的男人。你要是说贪婪他的好，那你就满足人家的开出的条件，你不能两头都站着呀。来，贾老师，贾老师已经摇头了。没有，我还是简单的来说吧。我觉得你们俩选错人了。男士他就是想找一个可以帮自己生孩子，就是就很简单生孩子的老婆。女士呢就想找一个跟我谈恋爱的情人。没有说谁对谁错，我只是觉得男士呢你就一心想要生孩子，其实可能表面上看你并没有什么错，因为你都这个年纪了，想要个孩子是可以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么着急这个年纪去生一个孩子，况且爱不爱都不重要了，孩子这么重要，那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能健康的长大吗？就一个小孩长大，是要在一个父母很爱的一个环境中。他要是知道爸爸到了50岁很着急找了一个女人就是为了生他，
他是以一个什么心态长大？我实在想不出来。所以男士，你真的要想清楚，一个人到了你这个年纪，是不是一定必须要生孩子呢？你不能光想着我要有一个后代，你要为这个后代负责任，因为他还有自己的人生，他的父母爱不爱，对他这一辈子来说都很重要。这是我的角度。好，还有一个问题来就是，就算你50岁了，你孩子也希望你的父母是相爱的，是爱情的结晶，而不是为生孩子而生孩子。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了，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我们是理解的，不谈对错的。就是人对婚姻的态度，人对要小孩的这个态度是人的自由。我觉得咱们都错哦，都错了。其实2位都是明白人，一位50岁，一位45岁，那生活阅历绝对不在咱们之下。他们俩就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们说的那些道理，他们不懂吗？当然懂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他们分手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明确对方要什么，对，并且他们也知道对方知道我要什么，并且他们也都知道对方知道我要什么，但他们还是在一起。开始明明是分手了嘛，他再过来复合，他也觉得将计就计嘛，我们就在一起，因为要各自达到各自的目的。所以说他没爱上您，但是如果说短时间内你能够备孕并且怀孕的话，可以结婚，还不明白吗？你也明白，他就想要小孩，哎呀，他没有爱上你，但是呢，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他能跟你一起旅游，做饭给你吃，可以啊。所以2位都是聪明人，何必装糊涂？何必到这个舞台上来，让我们来分析这分析那？哎呀，你要注意呀，你也要注意，这是爱，这不是爱，没有，明白吗？我们聪明人就直接说话，人家就是想来这儿，双方谈清楚嘛。因为他们有见证人清楚，有见证人的谈清楚，他们是希望我们做一个，哎呀，我劝你得赶紧要小孩，或者说劝你不要小孩，对不对？没有错了，我们绝不会劝，所以因为决定你们自己做，你们都懂，就这样。所以其实问题的核心就在这儿，你有权利选择你自己想过的，只要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你有自己的权利选择你想过的生活。但是在你选择生活的时候，请你记住，这就是贾老师的那个后半段了，我们把它补全。因为你的生活可能涉及到一些人和事，你不要伤害了那些人和事，这就是责任嘛。其实说白了就是2层嘛。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从很人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2位的都没错。但如果我们从社会学角度来说，2位的想法都错。这个想法太过功利，太过现实。现在就是非常简单一件事儿，你爱一个男人，你知道这个男人明天就要故去，这个男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你给他留一个遗腹子，你怀不怀？您的问题也非常简单，你特别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一辈子生不了孩子，跟她年龄无关，没有办法要孩子了，但是要孩子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还娶不娶她？你们俩把自己逼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你们再回头看这个问题，你们才能找到答案，因为那就回归到了婚姻和爱情的本质，回归到了爱，只有那样，你们才能看清楚站在你们对面的那个人到底是你们心里的什么人。如果不是，说清楚，分开也没什么，因为他不是你想要的。我更愿意相信，可能你一开始是喜欢他的，不喜欢你都不会提这个要求。但是你现在的这个做法，让我们的所有人和他都认为你找我就是一个工具，也许是方法错了，道理是什么您自己考虑。对于您来说也是一样的，不要骗自己的内心，不要为了守住一个男人或者一段情感就违心去做。也许说我就不要孩子，我这辈子就不要孩子，也许我不能要孩子，我们还能在一起吗？问一问自己，也问问他。最后的时间留给你们，希望你们说的是对方最想听的，也是你们心底最想说的话。一起进入真情60秒。别让我
小霞，我知道你要那种恋爱的感觉，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确实我没办法给你。我还是希望能跟你和好，我保证以后会好好的带你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就是我认识你之前，我是不想要小孩的。认识你过后，因为你对我挺好的，各方面条件也比较好，所以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感觉，我也感觉不到你对我的好，感觉不到你对我的爱，所以这个问题我需要再想一下吧。因为毕竟婚姻的全部不是为了生小孩，我也不想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这个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再想一想。今天出来跟以往出来不一样啊！我给你一个命题，如果你决定放弃不要孩子，你的假设是他没有能力给你生孩子，你们去领养一个孩子，您就出来，对吧？当然，如果你说我们这个情感压根儿都不那个了，不出来也可以。我们前提是还想在一起，但是我们修正他的条件，您就出来，啊，您为了跟他在一起拼死了，你要给他生一个孩子，您就出来。压根儿还是觉得我不能给他生孩子，我还没有什么保障。我讲的都是无前提的啊，不要考虑对方有多爱自己，是在你有多爱对方的前提下才有这种行为。听明白了吗，两位？听明白了吗？行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欢迎大家下载金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我们天津卫视的直播，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金悦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先生愿不愿意为一段爱而放弃自己的执念，一定要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女士愿不愿意为了一段爱而放弃自己和一个男人一辈子轻松而幸福的享受生活？如果他们愿意，加上他们还够爱，那他们就会出来。如果他们本来就觉得不再爱了，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爱之上的附加条件，他们就不会出来。所以这一段我们看的并不是牵手，而是在看一对恋人对他们曾经爱的定义，我们是不是曾经爱过，未来还在不在爱？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